美食油墨公司主管丹佛与销售员杰克狼狈为奸，倒卖特种油墨后因分赃陆军发生火拼，主管丹佛被杀，销售员杰克失踪，至今在逃。您看这个理由好不好啊？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我没看见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爸爸常说，死人才是最可惜的。经理，哎，柯明，法租界那边情况怎么样？我勘察过现场了，应该就是日本人与丹佛的交易地点。糟糕，还是晚了一步。不，日本人应该没有得到油墨。你怎么知道？通过现场的残留痕迹来看，2辆卡车应该是满载油墨的卡车。我今天早上去美食油墨公司的仓库调查过，他们说丹佛就在今天早上提走了满满2卡车的特种油墨。会不会是日本人故意布置的疑阵？不可能。他们没必要自找麻烦。其次，我找到了这个步枪的弹壳。对，从狙击的位置、距离还有武装手法来看，应该是我们亲爱的露露小姐。露露小姐，我就知道露露是我们的福将了。哎，露露怎么没来？应该跟这个有关系。这是在爆炸现场的卡车残骸附近发现的。露露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不是在待命吗？又跑哪去疯玩了？哎呀，瞧瞧你，弄得这么邋遢，可不像平常的你啊。没什么，遇到些麻烦。赶快洗个澡，换件衣服。今天可是你的生日啊！露露姐，别磨蹭了，赶快去洗澡。洗澡的时候别拿着枪。
殊的事情。3月12日对露露节有什么特殊的意义？3月12日是我失去双亲的日子。3月12日也是我失去妹妹的日子。3月12日也是我重生的日子。从10年前的3月12日开始，我就把我的生日放在了今天。你到底是谁？小小，还记得这个阿布吗？姐姐，自从你被日本特务抓走以后，我就一直在找你，想要救出你，没想到你却一直在我身边，而且还成了严谨的养女，被日本人当作鼹鼠安插在 CPA。对，我是严谨的养女，我也承认，我进入 CPA 是另有目的，但是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报仇。报仇？你报什么仇？日本人才是我们的仇人。你胡说！我们的仇人是华侨爱国会，那是严谨在骗你。10年前没有 CPA， 杀死我们父母的是日本人，不可能。是严谨大佐救了我，当年要不是他收养我，可能早就被那帮南洋强盗给杀了。我不许你污蔑他。小小，你不要再喊那个名字了。这小小的女孩，10年前就已经死了，如今的我是回来复仇的死刑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都在找你。如果你真的是我姐姐，你就应该跟我一起去报仇，而不是站在这里指责我。正因为我是你的姐姐，我才不能看着你认贼作父，一步一步的错下去。小小，你知道吗？为了你所谓的复仇，我们有多少同胞命丧敌手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我只知道，我要报仇。阻止我的人都得死。那你就开枪吧。最擅长使刀，我一定要先制住他，趁他不注意，到时候袭击他的腹部，趁机把刀抢过来。
一次，我们到底是姐妹还是敌人？我们是姐妹，可如果你还为日本人做事情，我们就只能是敌人。是的，爸爸，我一定会将功赎罪的。没想到，西西真的是日本人的卧底。西西一直是我们 CPA 上海公司的核心人员，
知道很多这里的核心机密，它的存在对我们的威胁太大了。露露，我必须签发出监令，派出行动队，尽快除掉西西。PA 的王牌职员。怎么样，有头绪了吗？似乎已经摸到了一些关键。我将父亲以前说过的关键数字，对比美版法币的成色，逐一尝试，算出正确特别添加料的效果与比例。相信很快就能找到正确的调配比例。太好了。中村组长，你不必心仪，她是我的女儿。啊，请多关照。非常感谢岩井先生的招待，中村先行告退。这么早干嘛？告辞了。不用理会，他只是个小帮会，白龙组的组头。帮会？爸爸，他们可都是些唯利是图的人，完全不可信。他是什么德行，爸爸自然清楚。不过有的时候，他们做事比我们出面效果更好。帮会渗透也是我们东亚圣战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不可轻视啊。受教了。怎么，许西，你来这里找爸爸，一定有什么好消息吧？爸爸真是料事如神呐。油墨调配成功了吗？都是奇文的功劳。爸爸，新版油墨已经调配成功，第一批样品经过检验，除了编码，绝对可以以假乱真。非常好啊。不过还需要投放市场，经过测试才行。正好，白龙组可以成为最好的实验对象。爸爸，既然伪钞已经印制成功，那么奇文是不是可以功成身退了？
来源。如今金钱豹计划启动在即，它不能有任何闪失，必须牢牢地控制在我们的手中。兄弟们，杀！杀！老刘，喂，老刘，师哥，怎么了？怎么押车的不是鬼子兵，都是日本浪人？别管那么多了，咱们先看看车上装的啥东西。这么多钱啊！怎么样？看出什么问题没有？雕版无懈可击，油墨的颜色也分毫不差。要说分辨，除了纸质手感有些差别，编码有些模糊不清外，剩下的几乎可以论证。不错，这就是刚刚流入市场的伪钞，多数是小面额的，看到没有？经过专门的翻旧处理。看来日本人已经破解了新版法币的油墨配比。看来日本人的金钱豹计划终于要实施了。日本军部行事向来谨慎，这次流入市场的伪钞量也很小，可能是进行实际效果测验。我们必须趁早找到日本人流入市场的伪钞源头，切断他们的供应渠道。那现在有什么线索？经过调查，最先流出这些伪钞的，居然是一个本地的抗日民间团体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也很纳闷，这是一个名为抗日铁血兄弟会的本地民间组织，他的头目全哥曾经是国民党序列中的一名排长，因为不满意128上峰的撤退命令，带领手下的兄弟成立了这个抗日民间团体。这几年他们一直在上海附近活动。那很有可能就是他们抢劫了日军的运钞车。既然这样，我们找到他们，就能搞清楚日本人的计划。不是说找铁血兄弟会吗？怎么跑宪兵司令部门口蹲点？老鼠终于出动了。来了，有2辆卡车。啊！兄弟们，上！
两位的大恩，在下没齿难忘，大恩不言谢。从今往后，如果有用得着在下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好说好说。确实有事情要跟你商量。爸爸，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不能明天再找我吗？西西，之前运往白龙族的押款车被劫了，我怀疑这件事是本地激进的小帮会所为。我派了2个宪兵小队隐藏伏击，没想到全军覆没。照理说，那些激进的民间团体不具备这样的实力，居然能全灭2队帝国军人。从现场勘查来看，伏击队原本是很成功的，杀了大量的中国人。但是，半路被2个高手所灭。高手？狙击高手。我怀疑他们是 CPA 的人。由此看来 ，CPA 一定已经注意到韦超的头发了。爸爸，你需要我做什么？看住白龙族。组织上传来情报，近期一些依附于日本宪兵队的小帮会突然十分活跃，他们走街串巷，大量收购粮食、棉花等物资。上级判断，这是岩井一石二鸟的招数，一方面利用小帮会实际测试伪钞的使用效果，一方面再趁机囤积战备物资。我们已经查到了，宪兵队和小帮会之间是由一个叫白龙组的日本帮会从中协调。上级命令，必须粉碎严谨的实验计划。是。你又在搞什么名堂？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吗？我容易吗我？经过我的调查，那个白龙组的中村组长，他来中国前就是个小混混，他能有今天，都是靠他夫人家的势力。他夫人系出名门，不过因为性格的原因，最终便宜了这个叫中村的小子。性格原因？对，用我们的话说，就是性格刚烈，巾帼不让须眉。他是不是特别擅长茶道？他特别仰慕中国茶文化。
先到我的书房吧。爸爸叫我来询问近期收购物资的情况。严谨小姐放心，一切顺利。爸爸还要我提醒你，要注意控制尺度，不要太过高调，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。这一点我早就考虑到了，所以这次出面收购物资的都是当地的一些社团和帮会，但他们并非是帝国的子民，都是一些唯利是图的家伙，找他们办事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，所以这你不必担心，宪兵队会提供给您足够的资金。爸爸只希望您能够尽可能多的获得物资。不瞒您说，帝国迟早要对付那些宪兵。您今天收购的物资将会成为帝国战争的资源，到时候中村族长将成为帝国东亚战略的功臣。多谢严谨先生和小姐对中村的栽培。小姐，保密措施。嗨。露露，我就说你不该打扮成女仆潜入百龙族。你看，你这身段，你这长相，哪像女仆？你像一个乔装改扮、半夜出家会情人的大家闺秀。少废话！我在这儿寂寞空等了那么久，你也不安慰安慰我。全哥呢？不是让他跟你一起来吗？他一会儿才到。怎么样？有什么情报？明天宪兵队会押运200万伪钞到白龙族。200万，大手笔啊！这是严谨打的如意算盘，不但让白龙族替他们测试伪钞在市场上流通情况，而且还趁机囤积战略物资，必须把这笔伪钞截下。如果硬抢宪兵队保护的运钞车，肯定很困难。如果能让他们放松警惕，就好办多了。你打算让全哥他们冒充宪兵？当然不是，不过确实是他们冒充日本人。我要让他们伪装成白龙组押车的人，与外面埋伏的人里应外合。你要让全哥他们假扮日本人，他们又不会说日语，肯定会捅娄子的。所以，这次行动必须由你亲自负责。是大家姐的侍女。露露小姐，怎么样？没被日本人看出破绽吧？当然没有。哎呀，幸亏有李恩公在旁边，当时啊，我吓得腿肚子直抽筋儿。哎，关键是现在怎么处理？照我说，
既然全都是害人的东西，干脆一把火全烧了。不行，好不容易抢来的东西，烧了岂不可惜了？这些可全都是假钱呐！我们知道是假钱，但是中村不知道。不可能吧？中村和白龙组的人都不知道这是伪钞，以为是宪兵队给他们的活动资金。而且最近我又查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什么事儿？这个中村表面上对岩井很恭顺，其实他的野心不小。哦，他一直利用岩井的支持，拉拢各方面的势力来扩充他自己。我从中村夫人那儿得知，他们之前购买的物资根本就没有交到宪兵队，他想倒卖物资，从中获利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拿这笔伪钞去和中村做生意？没错。哎，我们拿假钱去买东西，这个好啊。但是这个中村他会不会不卖啊？他会，因为之前的资金已经全部用来购买物资了。如今中村的摊子铺得很大，资金又不够了，所以他向宪兵队提出加运资金。可是这些钱全被我们劫来了，你们说他们会如何去找到钱？倒卖物资，赚取差价。只要我们出的价钱够高，那个中村他肯定会动心。这事儿就交给我吧。李先生是做什么生意的？在哪里发财？只要能赚钱，什么都做。哦，不知道李先生为什么要收购我这批粮食和棉花呢？当然是为了赚钱喽，还能有什么目的啊？哎，我觉得你们日本人太不干脆了，问这么多问题。你只要告诉我你有什么货，我全部都要。全要了？对。你有那么多资金吗？哈哈，我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钱。不管你有什么货，我全要，价格比市场上高3成。这是定金，你要是同意，现在就交易；如果不同意，我就另找卖家。李先生，能不能容我考虑考虑？这么小的生意都要考虑？看来你们白龙组真的是小打小闹的帮会。阿全，别浪费时间，走。哎，等等，又怎么了？你的价钱我接受了。那就好了。什么时候交易？随时都可以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合作愉快。啊。你真是个笨蛋，连这点事情都办不好，笨蛋！对不起，大佐，简直给敌国的军人丢脸！你马上！爸爸，为什么发这么大火？中村那个笨蛋居然擅自倒卖战备物资，而且还中了圈套。怎么回事？嗨，西西小姐，是中村擅自动用军火库的东西私自倒卖，而我们之前运往白龙组的200万资金也被假扮白龙组的人领走了，然后用于和中村交易战备物资。也就是说，因为中村的私心，我们之前收购的战备物资统统被别人买走了，而且用的是我们印制的伪钞。是的。爸爸，我觉得这幕后一定与 CPA 有关。我也是这样认为的，西西。你亲自去一趟白龙组，警告中村，我不管他用什么办法，必须把那批丢失的物资马上给我找回来，否则我就灭了他的白龙组。
物资都安排妥当了吗？东西暂时都存放在兄弟会的仓库中，我已经联络了经理，准备转运物资。经过这么一闹，日本人和中村一定会追查此事，我担心兄弟会的人会遭到牵连。放心吧，我之前已经让全哥带着兄弟会的人先去避避风头。你什么时候出来？我担心日本人会怀疑到你头上。在物资转运出去之前，你们还需要我潜伏在敌人内部传递消息。我主要是担心西西，万一你被他认出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对公司的行事风格太了解了。不用担心，我会小心的。岩井小姐，我也就无非想光大白龙组。够了，我这次来并不是想听你什么解释的。父亲大人说了，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限你1周之内务必找到丢失的物资，否则的话，你们白龙组可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1周？还请岩井小姐多宽限几天。现在连欺骗我们的是谁都不清楚，这你就没必要担心了。其实父亲大人也没有想逼死你，我这次来呢，就是协助你的。多谢岩井小姐。如果小姐能帮白龙组度过这次难关，白龙组是永远记住小姐的恩情的。我可以给你提供个线索，根据特高课调查，抢劫第一批运钞车的是一个名为铁血兄弟会的激进民间团体。小姐以为是他们干的？这就需要靠您去验证。我们查出他们在法租界有一处仓库，可是事情都涉及到租界问题，我们宪兵队也无能为力了。岩井小姐请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我想问一下你们白龙组最近招过什么外人吗？外人？白龙组只招日本人，即使扩充也不会招收本地的中国人。那你们内院的佣人呢？也都是日本人？内院都是追随我多年的。哦，对了，内院确实来了个新人。什么人？干什么的？是一个烹茶高手，是我夫人无意中收留的。是个女人？小姐怎么知道？而且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。难道怀疑她？我并没有什么怀疑。记得上次来内院时曾闻到的茶香，想必就是出自这位高人之手吧。阿玲确实是一个烹茶高手。对了，小姐，我能否给您引荐一下？这样啊，也好啊，高手之间可是难得一见的。小姐，请。露露姐，这么着急干什么去啊？你刚才就已经发现了，为什么不直接揭穿我的身份？那是因为露露姐太厉害了，而且需要我亲自来了解。西西，你到现在还执迷不悟。哼，执迷不悟的是你吧？我们的仇人是 CPA， 我不能看着你沦为日本人的杀人工具。那我更不能让你成为我复仇路上的阻碍。他身上没有带枪，一定会有飞刀，这样他的弱点还在腹部。哎，干什么呢？干什么？站住！别跑！经理，露露，你出什么事了？
没事儿，我暴露了。中村带着白龙组的人正赶往兄弟会在租界里的仓库。什么？货物还没运出去？事不宜迟，我们必须拖住中村，为转运争取时间。西西，你记住，这次去是为了夺回物资。至于白龙族和这些中饱私囊的帝国蛀虫，就和那些反抗帝国的中国人一起埋葬吧。嗨。李副经理，哎，珊珊，露露呢？她伤得怎么样？露露姐没什么大碍，不过她人呢？露露姐为转运物资争取时间，她去阻截中村了。那经理呢？经理去法租界的巡捕房寻求支援了。李副经理，露露姐临走的时候说了，让你千万别去找她，一定留下来指挥转运物资，否则这次去毫无意义了。现在物资转运了多少？还不到一半。啊？那怎么办啊？所有人抓紧转运物资，快！是，走，快点，走，走。给我打！白龙组被摧毁，所有有关宪兵队的线索都被特高课调查过，想必应该不会有人怀疑到我们身上。很好。伪钞市场投放实验情况怎么样了？现新版伪钞除了在手感上还有细微差别外，很难被分辨。专用纸张什么时候能生产？现东京方面已经证明，他们将通过海路把专用纸张运抵上海。天皇收成活动准备怎么样了？是关于下月的天皇亲善活动，特使会藏在亲善团中，想必应该不会有人怀疑我们。这些该死的官僚！了解金钱豹计划的前期准备已经完成，关键时刻居然让这么一个家伙来拖我们的后腿，真是太可恶了。特使大人是这方面的专家，想必我们以后还需要他。哼，这些养尊处优的所谓精英，只适合蹲在东京。这里是前线，
即便是战争没有爆发，危机也是无处不在。喂，注意亲善团的安全保障，但也不要做得太过，招来不必要的关注与麻烦就不好了。嗨。李克明告诉我，你经常出现在教堂附近，你果然在这里。这是谁的墓？为什么没有墓志铭和名字？是我亲生父母的，在我很小的时候，他们就去世了。那你……我是由神父抚养长大的，这些我的档案材料里都有。其实这个墓里，除了我的亲生父母之外，还葬着2个人。那是什么人？我父母的至交好友，也就是西西的亲生父母。什么？西西的父母也葬在这里？对，我跟西西从小就认识了。难怪你让我延迟签发出监令。先给我回公司，回去我再跟你说。金钱豹的前期准备已经顺利完成，你的任务也完成得非常出色。西西啊，我们只等着特使前来主持后面的金融绞杀战了。有特使要来上海，是来接替爸爸的工作？是这样的。这对你太不公平了，爸爸。我们做了那么多的努力和牺牲，现在他们却要把您的果实全拿走。其实我们都是大本营的棋子，不过帝国的圣战就是依靠无数这样的棋子才能完成最终胜利的布局。爸爸不是棋子，我不允许他们这么对您。4月29日是日本天皇寿辰，届时上海虹口日侨区将会展开盛大的庆典。东京会派出一支亲善特使团，亲自到上海虹口的日侨区参加盛典。这个特使团有问题？没错，他们是为了庆祝金钱豹计划的顺利开展，专程来上海视察的。根据可靠消息，日本天皇为了表示对金钱豹计划的重视，亲自派他的亲信做特使出席这次盛宴。看来我们的任务是杀死裕人的亲信，粉碎日本人的嚣张气焰。特使要是死了，严谨的麻烦就大了。这样的话，就可以为我们争取更多的时间。关于这个人的情况，日本人把消息封锁得非常严，我们也一无所知。唯一知道的情况就是他就混在亲善团当中。来了！哎，麻烦您看一下这边。看这边，好，这张照片。好，看这边。请看这边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您请看这里。好，这里。请等一下。等一下。谢谢。我觉得不是这个。
赶紧趁热吃吧，要不然待会儿面就坨了。谢谢经理。记住了，以后和我别客气。经理啊，我不跟你客气，我希望下次你请我吃牛排吧。没问题，庆功宴的时候你们想点什么都没问题。庆功宴恐怕遥遥无期了。怎么，出什么问题了？没问题，只是一点线索都没有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可没给你们任何压力。可是我们自己给我们自己压力了，是不是，露露姐姐？成事在人，谋事在天。你们放心，比经理就是你们坚强的后盾。经理，这个亲善大使的消息你是怎么走漏出来的呢？好像是因为日本人内部权力斗争的问题。权力斗争？应该是日本国内贵族保守派和激进少壮派的派别斗争吧。不错。听闻这个裕仁的亲信本来是坐镇东京把握全局的，他来上海是为了要争功。露露小姐，你好像精神不太好啊，昨天晚上睡眠不足啊。我告诉你啊，失眠那可是女人青春最大的敌人。你要是能闭上嘴，我也许能精神点。关心下属的身心状况，那是我作为公司副理的主要职责之一啊。好了，我明白副理的苦心。不过我现在想知道，昨晚你和经理两个人排查的结果。他叫北条，是这次亲善特使团的团长，同时也是保守派势力北条家的长男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拥有足够的资历与功勋，他将成为北条家下一任的家督。一点也没错，这一点很符合情报分析中的情况。同时呢，我们排查了其他团员，有4个人没有照片。我拍照的时候都是特意取的正脸，4个侧脸，除非他们都是受过反侦查训练的高手。这4个人的装束相对随意朴素，我们确认了其中1个人曾经是日本驻外使馆的武官，因此判断这4个人很有可能是这次的内保人员。那其他人呢？我们根据社里档案上的照片和日本报纸进行比较，多数为激进派成员，所以被排除了。少数保守派，无论家世背景都太弱，所以我和经理一致认为，这个北条就是日本天皇的亲善大使。既然目标确认，那我们去探探路吧。不要，我一个人进去，你在这等。特殊情况了，真倒霉，竟然碰到这样的事。哎，先生，您慢走啊！日本人的保安非常严密，简直可以说是无懈可击。而且整个宾馆，除了亲善特使团的人员外，没有其他住客，想要乔装混入非常困难。那化妆成服务员呢 ？No， 按照目前的保安情况来看，越接近特使团房间，保安就一定会越严密。而且日本人之所以选择这间宾馆，因为它是附近最高的建筑。以我李克明一向精准的判断来看，特使团的房间应该在顶层。李副经理，我算听明白了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从外袭击都不行。除非什么？没什么。你到底想到了什么？哎，没有。说。我想，有一种人
特使团或许是需要的，关键是特高课一定没有这些人的资料。我知道了，你是说妓女 ？Bingo！ 太君饶命！太君，说，谁派你来的？是王三姑派我来的。王三姑是什么人？他是天蝎阁的老鸨，就是你们太君说的妈妈桑。什么？哎，别打！别打！他派你来干什么？他派我来推销红牌。红牌？啊？红牌是什么？红牌就是姑娘，花姑娘，太君。花姑娘？那还有照片呢，太君。哪个？啊？推销花姑娘？你为什么要伪装？太君，这是我们的行规呀，真的，太君。太君，呸！你这次要好好伺候太君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千万别使小性子啊！哎，太君，过来，这就是为北条太君准备的头牌，怎么样？哟西，好，那你就去楼下大堂等吧。好，太君。哎，等等。哎，太君还有什么吩咐啊？我帮你这么大的忙，你可要记得报答我呀，听到没有？报答。下次去你们那儿，给我找个最漂亮的姑娘啊！哦，太君，你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哎，谢谢太君。走。